高雄在地人闲聊，高雄捷运宅等于白送，政府一个政策反而害房价涨不动。先说结论因为高雄人搭捷运的习惯就还没有建立，然后免费的停车位又被滥用，所以捷运宅才会一直不吃香。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车位被占了，到底该怎么办？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高雄人为什么不想要搭捷运。这次我们来聊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高雄家庭拥有机车数6都最高，民众指搭捷运不便转乘意愿低。那内容就是这样，就行政院主计总处调查，高雄全市机车超过210万辆每百户家庭拥有高达185辆。它意思就是说，每户有 1.85 台啦，大概高雄的家庭里面，大家都是2台甚至3台机车的，这样为6都最高。那也就造成说，尽管高雄有各种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但机车转乘率仅 4.4%。这机车转乘率是什么？这指的就是说，你今天骑机车到捷运，然后再转捷运，就是你把车骑到靠近捷运，再搭捷运这样。这样的人啊，只占全体机车族的 4%，4.4%，很少很少啦。其实在高雄你去哪里，你不能一趟机车就到。你即使去楠梓，你骑机车也还好，你知道高雄市区我以前讲过嘛，我个人认为比想象中小很多。你从那个左营高铁好了然后骑机车直接到西子湾好了，加等红灯也才30分钟，那一路上也是风光明媚啊，那你就走爱河那一条就很舒服了，非常的舒服啊。那如果我是骑机车在台北的话我从南港开始骑，我可能还没办法到什么三重板桥因为这中间的红灯怎么样，所以高雄市区没有想象中，精华区其实这个蛮小的我现在的判断是这样。好，而且高雄市交通局为了提升转乘人数的数量，还特别怎么样？捷运附近的机车停车格不收费，好，撤销不章。这当然你这个旁边就是被住户停走哎呦要喝然后他就去停了就不收费嘛他想要造福那些就会被别人停走，你知道？好，那作为高雄人的你也欢迎底下留言跟我说你平常会不会骑机车去转搭捷运这件事情？我是不会啦。那如果不会的话，政府要怎么做才能够提升你转乘的动机？这样我们这次来讨论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你要知道，免费停车反而让大家更爱骑车这种公共政策嘛，就是大家都可以评论我是认为提供免费的停车位反而会带来反效果的什么反效果？让骑车的人变得更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今天要去哪里办事，附近有捷运站他的心里的想法不是说那我搭捷运去，不是，他想说那我骑去那里停那个捷运站再走路过去，就这样。因为可以在捷运站免费停那就来停反而真的让需要就是他们希望去什么机车转乘率的这些人到现场找不到停车位久了就怎样？久了就算了，我停个屁，我就直接骑去我看哪里办事，我在附近乱停，就是这样。这也不是我乱讲你看这个新闻标题，去年8月就有高雄议员在讲这个问题了，然后今年刚好又有一个可以参考的例子，活生生的就跳出来了新庄 Costco 的停车场，新庄停车场怎么样？开始收费，结果收费之后怎样？停车场马上净空，因为你现在来停要钱你就发现说，哇靠，那以前都找不到车位是怎样就是来乱的啦，他不是来买东西啦。现在真的要来停的人就是来买东西的，也就是说，非常多人只是把 Costco 的免费停车当成什么？当成方便自己开车到附近办事的福利而已，根本也不是为了要来逛 Costco。那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免费停车让骑机车的人怎样？居然是更方便的状态，那骑机车的人当然就变多政府就更不敢去取消那个免费停车然后循环下去。最后你要知道，这跟你买房有什么关系你可能会问说，阿元，你这里不是房地产频道吗？怎么会跑来讲这个什么什么停车格交通？你要转什么什么交通知识类 YouTuber不是因为捷运旁边有什么？有捷运宅你在台北捷运宅这种东西的价格你也知道，对不对？就一定是会比其他旁边贵很多的，甚至新建案的话，捷运宅的新建的天价都这样。但是在高雄就没有这样那个捷运好像是用送的，你知道，
就买房子送捷运啊，那个捷运也没有确实去拉抬到附近的房价，你硬要讲有，那可能都5%的差距而已，就很奇怪。那既然这样，你买房子你要怎么选？我告诉你，选买靠近捷运就对了啊，他送了你为什么不要？那搭配这个今天的新闻来看，就会非常合理了。只有4%的机车主会来转乘捷运然后其他停车格的人都是附近办事的人。换句话说，高雄人的日常移动根本就不依赖捷运，根本就不依赖。那捷运对房价的加分效果自然就会很有限。好，问题来了，你认为之后还是会这样吗？我个人认为不一定，因为现在的高雄就是以前的台北。以前台北怎样？以前的台北盖捷运是被笑的呢，被笑呢。来，你像这个新闻捷运在施工的时候各种交通大乱，到处塞爆这样，所以一直就被骂。好，时至今日怎么样？台北人也离不开捷运了离不开了。也就是说，这就是一个阵痛期。那你也不用说看不起高雄的捷运宅这样，就阵痛中嘛。那就是使用的意愿低嘛。那以前轻轨刚开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就说没有人要搭啊，他这边轻轨就轻轨，你还不给他绝对路权，轻轨要跟我一起等红灯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们都停下来了啊，就等轻轨过，轻轨那边等，该过啊，烦呢。然后禁止左转什么有的没有，说会弄得交通大乱，还有非常那种撞轻轨的事情嘛，对不对？可是你现在去看也不止假日高雄轻轨观光真的是轻轨会满车厢会满尤其是到一些什么风景秀丽的地方，比方说美术馆这边的龙猫森林，哇，我就住这里，这边现场没有大家拍的照片调完色后那么好看不过还是蛮好看的。好，那到爱河那边也是啊，那个轻轨风景秀丽观光。那撇除观光，平日也有相当多的学生上下课已经在搭了，真的在搭了像我经过大顺路的时候，看那个轻轨上面都是学生那行啊，学生就是保底的大众交通运输的使用族群话说回来，这也不代表你现在就应该要立刻冲去买。我之前讲过嘛，做房地产的周期5年一个单位，5年一个单位，这不是什么我发明的，这个是房地合一 2.0 限制的。你看看，你也是说不然来放个5年好了，就是这样。那买房自产5年后要卖，我个人认为你不用特别去看捷运宅尤其是未来才会有的捷运宅。因为我被问了，那个观众朋友来问买这边好不好，跟我说这边以后会有捷运直线，我靠，直线捷运黄线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来了你要捷运直线超前布局到这个未来20年后，太远了啦。20年后人家5年专心这样子做5年准的他可以跑4趟你就跑那一趟捷运所以像那个捷运黄线说哪时候要开好，2034 2030来你看这个新闻的标题，这标题写高捷黄线2028完工破局，林清龙的副市长林清龙2034才全线通车。好，这是什么时候的新闻？2024年11月22号。我跟你说又要演了。捷运黄线有时看就知道，它有分1阶段、2阶段1、2两个阶段。1阶段都说2028要完工，现在都敢给你直接延2034了。那2阶段呢，对不对？这一延下去很夸张的然后你说你要提早布局去做这个捷运黄线，以高雄来说可以不用，真的不用，明显还太早。你这样一放硬生生要等出那个捷运，你可能10年15年当然如果你本来就看那个地方，可能亲戚朋友住那边，你就是要买那是没问题啊。那如果你去看房子条件都差不多这个进捷运点还是选近的啦，就买房子送捷运，几乎不跟你加价了，那干嘛不要？那与其你想要靠捷运的运量来支撑房价，你不如还是回归到基本面来看这3件事情。第一，这个区域的生活机能本身好不好？第二，交通的动线方不方便？第三，未来有没有能带来人口的重大建设？这3点才是决定房价能不能涨的关键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讲了高雄捷运周边免费停车的现象，那我也分析了高雄机车族的交通习惯，发现免费停车位非但没有鼓励转乘，反而会助长民众继续骑车的行为。同时也讨论了捷运对高雄房价的影响有限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当地居民对捷运的依赖程度偏低。结论是现阶段买高雄捷运宅还太早了短期内不应该将捷运视为房地产投资的主轴，回归生活机能、交通便利性跟重大建设才是影响房价最重要的因素。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怎样的状况可以买高雄捷运宅？ A. 我真的要搭捷运通勤B. 我愿意摆10年去等捷运黄线。C.
啊，就刚好要买这区哦，那就送我捷运了，那都蒙提啊，蒙用啊。哦，对哦，讲八卦之前先打个岔。长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产要找谁？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林店长。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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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 免费的哦。那每隔几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潜力的房子被抛出来。那跟我说好友已经加到超过7000人了，真夸张。那想自产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肖店长的 LINE， 小老鼠掰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那让销店来帮助你成为天龙人，跟我说已经超过2000人加入了哦，赶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买了双北，你想要装潢，你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啊，装潢找谁不是找，就是怕被当盘子敲嘛。我就推荐汉一陈老板，反正问不用钱，小老鼠汉一哦 HANYI 汉一。你想要只做一间厕所的翻新，这都可以哦。反正你先问，拍照传过去，去丈量讨论之后再说。汉一很有实力的，资讯栏里都有连结。那你看哦，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设却一个都没有停。那你不趁现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设落成以后，你去抢贵的，你才高兴是吗？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把高雄自产增值的保障都埋在那里了。如果你是苹果手机，你记得你要用网页来加，你不要用那个内建的 App 来加，不然会被多收苹果税。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价的高雄市蛋黄区重大建设，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带你去看会增值的房子是长什么样子。现在加入就能获得帮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设都不用猜哦，我自己也有买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体力行的功课。现在就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马上加，马上开始抄作业。最后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买在重大建设旁边哦，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个好房东，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钱。我刚看 YouTube 的后台有 74% 的观众朋友都在看而已，没有按订阅就这样还有55000订阅，那就麻烦你帮我按订阅，应该不久后就10万了。10万有什么好处这样我就会比较爽对，按了吗？按了哦，好感谢你的订阅，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我有开这个嘛 YouTube 频道的会员影片，收费的还不便宜1个月250块好我们都做房地产的就我收30块，我要给出这种东西，我不甘愿，我不甘愿。你自己看我拍的内容，那我的会员影片也经过许多跟会员朋友的讨论跟修正调整成现在这样。我不是说剪辑而是说整个规划早期会员影片真的是我想拍我就来拍，拍什么都是我一时兴起我去决定的。但是早期会员有一位，我不能讲他名字很有实力他几乎都不贷款现金买的他跟我说很乱，我这样拍很乱那他有点看不太懂。那讨论以后，我们的共识就是说，既然房地合一要我们放满至少5年，那我就来倒数说，那我就抓未来3年到5年会落地的重大建设选好了以后，我才拍这一集，才把它拍成会员影片。你3年落成的也没关系3年落成有2年去发酵呢像我的会员影片凤山拉拉破那一集你可以去我的频道的会员影片去找凤山拉拉破那一集，就是这样它预计2026年9月就要开幕了，今年呢9月呢这个拉拉破呢，高雄拉拉破呢在卫武营那边然后旁边慈济的城堡这样我提早1年就冲去拍好了那就这样就是提前告诉你而不是说落成以后我们去拍个开箱或者不用就是重大建设我们要自产的都是提前比较重要。你看凤山拉破它现在叫做大工地很吵，周末也还在那边施工赶进度。那你房子买在那边你要干嘛？你买在大工地旁边在干嘛？但是一旦它开幕之后，形势完全逆转，你知道大家就会你房子在凤山拉破旁边这么厉害这么好，羡慕不是他在盖的时候大工地，你也是常常从那边路过你怎么不去买那里房子？然后现在在说怎么我的会员片就提供这种价值那我刚刚说的是3到5年内落成的嘛好，5年落成时间也掐的准的也有，像是高铁之星高铁后站那一集会员影片
我会员片常常很长啊，只有30-40分钟1个小时的就是这样慢慢看你要开快转看那随便，反正就把我做的功课就详实的告诉你，而且我会跑去现场拍这样，顺便再讲讲干话这样。好，那这个高铁之星高铁后站它预计是2026年今年8月开工，最快2031年启用，最快2031好，来你看2031减去2026今年，这刚好是几年？刚好是5年啊，对啊，所以就自产的节奏就直接就看我的会员影片好了，有没有更远才会落成？有很多我就先不拍，故意的像捷运黄线，这就明显5年以上我就先不拍。然后还有什么高铁进高雄啦，那个市府那边自己都在估2039年，这叫一切顺利啊！今年2026、2039，你们弄到13年，那我们先做拉拉破，会变成是这样，你知道那就是跟着我的，反正快到倒数5年，我那个小本本我自己有在记录，自然会亮灯，那我看着我再去拍，这样就好了，帮你抓好就是倒数5年都要完工重大建设，赶快去拍，因为那种一拍就落成啊那就往往都是不太重要的东西，像那个 Focus 13光荣码头那个，你去看我那支影片你就知道为什么我敢这样子，它都快开幕我来去拍，就还好啊，就真的还好啊，是观光客很多而已好，那捷运黄线，你看我到现在还没有相关的会员影片来讲这个，按说第一阶段预计2028通车，都敢直接给你延到2032，一延4年呢。那今天影片里面那个我刚刚提到2024年的新闻，他不是说2034全线会好，这你信？到2026、2025又推出一个修正，又怎样又怎样？捷运黄线这里头有第2阶段呢，第2阶段有多困难？它闯进市中心呢，光第1阶段就可以延期，第2阶段怎么可能如期？所以就是等都确定倒数5年我再来拍，这样就可以了。好，那一旦我这样子做，我调整成现在这样以后，自产的节奏就很清晰啊甚至可以这样准的拉出一条时间轴，这样应该比较好吧我也认为这样子好像比较好。因为会员那个榜一大哥的这种实力拍一集他看一看可以他就买一间他的真实需求他含金量也是超级高的他的意见我也是当然是尊重。会员影片当中阿元看房的系列就是这样来的对你一定也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我看房不是说就是分析这个房子怎么采光通没有，我说这间房到手上我会怎么改租金可以收多少，会花多少钱那未来的话，这附近要等什么重大建设至少会放到什么时候，然后再看到时候的市况怎么样，就是不是从装潢不是从风水的角度去看，而是去从自产的角度去看。阿元看房系列就是这样。那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把会员影片外包给剪辑师，就花钱花钱去请人剪辑了，真的。不然每次都是卡在我自己来剪，我自己来剪的原因是我才熟悉那个重大建设那我一直很担忧这是片师剪辑师他看到他就不重要，他剪的是精彩段落，你知道重大建设这种东西哪有精彩的啦，那都工地怎么好看啊所以我自己剪我才有办法保留那个原汁原味，我会怕，但是这是必经之路，我看我怎么样写的交代的清楚一点像那个废墟那我去拍废墟的那个房子那个有味道有人住的废墟刚离开的那个废墟，我想刚离开是他被赶走了，不是他在里面走了有味道的房很恶心那一集那支片子剪完我自己看1个小时整，如果这个影片到片师手上，剪辑师会变成什么？你大概只看得到15分钟的精华剪辑版而已，就不好玩，你知道，就是哎呀，这个我要细细的讲说这东西怎么改，这东西怎么改，它做法是怎样，做法是怎样。影片是无聊，但是能提供的价值比较大。我以前很怕这件事情，但是这真的不行啊！一个影片那剪一整个过年，大家都在等我这样，我花钱外包剪辑这样，我就很怕对不起付钱给我的会员嘛。好，大概就是这样。想自产高雄之前，真的是看一下我的会员频道，你看封面就好看有没有你关注的看你欣赏哪一个重大建设，你再做决定会比较好。你现在都要买房子了100万到数千万的自产你不上个保险而且我的会员片，你看我弄那么久，要是我那会员片很水乱拍的话，你在脆上或是在 IG 上是不是很容易要找到有人在骂我乱收钱割韭菜？你看有吗？对不对？我开直播我有直播那不是最容易翻车的情况吗？还有人上来说谢谢，所以好险我这样子的坚持下来，所以那个影片的品质不怎么样，我就不是专业剪辑但是确实是有帮助到在自产在迷茫的观众会员朋友们。来，
你认识律师朋友吗？没有的话，你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认识的超强律师朋友介绍给你，听好哦。婚前财产分配、婚后财产分别、买卖房屋纠纷、买到漏水屋、买到凶宅、预售屋广告骗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中介隐瞒事实、担心合约有陷阱、楼上漏水不修、遗产分配不公、赠与小孩房子、担心房子被诈骗、借名登记不肯还、遇到装潢蟑螂、验屋验到想告人、室内装潢纠纷、法拍屋纠纷、车祸赔偿纠纷、家人遇到诈骗、土地被霸占、遗嘱相关问题。对付二邻居，对付二房东，对付二租客。刚念的有中一个你就加，加了马上就问。赖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对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会越难处理。祝你顺利。